上一期三星新品品鉴会啊，大家在评论区的问题非常多，比如续航怎么样，比如外屏用起来怎么样，还比如打蜜的女博主到底是哪一位？这一期啊，我们就来做一期5问5答，来具体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。续航到底怎么样？三星的续航非常挑人啊，具体得看你怎么用。如果你恰巧会搭配黑玉、绿色守护等应用去用的话，其实续航没我们想象那么离谱。因为这一代的 SOC 啊，屏幕光耗的进步，加上外屏比较克制的 1080P 分辨率，确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崩。什么一天3充啊，就是荒诞之谈。日常轻松度使用，扛到晚上下班回家充电都没啥问题。三星这么去取舍啊，肯定是有它的权衡在的。第一个是安全，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吧？三星 Z Fold 7的电池符合欧盟标准，充电次数和充电衰减的表现都优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，电池啊更耐用。第二就是换来这恐怖如斯的轻薄体积了。这是和国内也非常轻薄的 Matrix V5 的厚度实拍对比，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。大折叠的拍照到底是什么水平？如果不怕违反广告法的话，综合录像来看，三星 Galaxy Z Fold 7就是目前影像最好的折叠屏。毕竟这是一块正儿八经的 Ultra 同框主摄，虽然是为了做薄，镜片有所减配，但成片的水平也不是一些中底 CMOS 能比的。特别是在夜景环节啊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拍的夜晚的艺术中心、夜晚西湖的亭子，我把他们的水印去掉发给朋友看，很多都看不出来这是一台折叠屏拍的。视频也是让我比较意外，当天杭州0.4的天气很热，我拍了半个小时小姐姐，是人文视频都没有过热停录。我对这次的三星 Galaxy Z Fold 7的影像表现啊，绝对是超出预期的。下一代把潜望镜也给下放，那就更好了。猎户座2500到底是啥水平呢？这几年大家对三星的芯片都比较谨慎，我也是。但高强度用了1周之后，就能认识到为啥三星敢把这块心放在小折上了。如果只看性能的话，它的水平大概在骁龙8 Gen 2到8 Gen 3的水平，那把这样的一颗芯片放在3纳米的工艺上，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了。续航直接比上代干出了快1个小时的亮屏时间。更离谱的是，不知道是三星对自己的芯片有特调优势，还是这一代猛叠了散热，30分钟的原神硬是跑出了比上代更好的帧率和功耗。至此，我对三星小折中猎户座2500也没啥争议了。从体验来看，就是升级，配合上 One UI 8的新动效，也不输小米 Mix Flip 2的流畅度。所以下一代啊，小米可以学三星，在自己的小折上多用自己的玄界芯片，又或者是排除金凡。外屏使用是啥感觉？我也不怕网友冲我啊，我就觉得现在的三星 Galaxy Z Flip 7的外屏就是安卓现在最好用的外屏，因为我现在啊是真把它当生产力工具在用了。先别笑。因为小折的外屏啊，多少都有应用适配的问题。三星跟摩托罗拉一样，用一个插件暴力解决了。基本上90%以上的应用都可以通过 Multi-Star 这个应用放在外屏使用，而且可以自由调节你想用的应用比例和位置。我之前啊就一直非常想用小折这块大外屏录短视频的 A-Roll， 现在就可以，当然不是自带的相机哈，通过第三方的相机就能实现2K 30fps 带提示器带美颜的视频录制。而且得益于三星恐怖如斯的视频温控策略啊，这网页啊可以录制40分钟的短视频 A 轨不停录，直接就能解决我一些资讯的视频录制产出，而且还可以通过音频橡皮擦功能，免费给我的视频做音频降噪。通过 Galaxy AI 啊，非常轻松就可以获得一段音频极其干净的主轨。根本撤退了路面预描 2.0 功能，它能扫描路面的信息，迅速的调整悬挂。根本撤退了路面预描 2.0 功能，它能扫描路面的信息，迅速的调整悬挂。简直就他自媒体神器！加上这窄片框这颜值，还有哪款小折外屏更好的 ？Look at my eyes！ 当然了，美中不足的是啊，目前这个摄像头的排布还是会不可避免的碰到摄像头。如果后面变成数字排列，空余位置可以显示更多面积，想对喜欢用16:9的兄弟们啊，会更加友好。上，Q了。三星 Watch 8怎么样？这一代的手表啊，其实也是里程碑式更新，只不过被大家给忽视了。你看这位光 ID， 你看这丰富的表态生态，如果这更新幅度啊换苹果做，都能叫 Watch 10了。在大家都在玩微体检、关注健康的时候，三星都已经开始换赛道研究抗衰老了。三星 Watch 8这是抗氧化功能，能5秒钟快速测量身体的抗氧化水平，从而帮助你延缓衰老。这功能啊，秦始皇肯定很喜欢，比啥蓬莱仙岛的金丹科学有用多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结合上期的上手视频，我们可谓是把这次的新品全面聊透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